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婚恋心理专家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衡严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各位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和他是通过朋友聚会认识的，那时他死缠烂打的追我，对我特别好，我才答应和他在一起。但是相处的这1年多，我真的越来越觉得我好像交了个假男友。我们在一起也1年多了，按理说也是互相熟悉的状态了，更何况我们异地都熬过来了。我觉得未来应该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他现在每天都嫌弃我这不好那不好。他不仅自私，还对我特别冷漠。有时我觉得我们俩连普通朋友的感情都算不上。当初他追我时的那些温柔和浪漫，现在好像全都没有了。他就是那种所谓的双标女友，和他在一起我真的很累，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达到他心中的标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张先生21岁，来自江西学生；女嘉宾熊女士21岁，来自江西学生。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你们俩的这个小片里面信息量特别大，有异地恋是吧？是的。有叫什么假男友是吧？对。啊，还有这个信任乱七八糟一堆。咱从女生开始讲好吧？因为那个印象我还挺深的，说你怀疑自己谈了个假男友，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和感受？因为就我们刚开始在一起，他追我那段时间，其实对我是特别好的啊。但是可能谈了1个多月，可能新鲜感过去了，他对我就是，我感觉不到我谈了个男朋友，我感觉好像是兄弟感情啊，或者可能连朋友都没有那样的感情了，就是对我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吗？对我特别的不体贴、不浪漫、也不用心的那种。就我们刚谈10多天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是异地了，他在广州，我在南昌上大学，然后他在那边就每天晚上都玩得很晚，然后我就说了他一句，然后他就把我电话给挂了。他就给我发了一段消息说，我兄弟朋友都在旁边，你这样说我是不是让我太没面子了？你还好意思说？主持人，我跟你说，就是那一次的时候，我在跟我兄弟们嘛吃烧烤，然后喝点酒，然后就是他一直在那里吵，一直在那里吵，就是很不好的语气态度，就跟我说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那当时我那么多兄弟朋友在旁边，然后看着我多没面子啊！我也跟他解释过很多次。不是哪儿那么多兄弟朋友？你不是在读书吗？女朋友说你早点回去休息，这怎么了？这为啥不行呢？那就是很多朋友在那里嘛，很没有面子嘛，男人都要面子嘛。他就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一个人，他就觉得我说他就说得不好。理解。其实年轻时候都一样的啊，现在上了岁数了，回头看觉得做的有问题，不要老那样。然后他不给你面子，对吧？对啊，你看。然后他那一天他就把我电话挂了，我也回了他，我说那你这么想要自由，你不想要人管你，那你谈什么恋爱呢？你别谈了好吧。然后说了以后没消息了，就一整天不理我了。我当时一整晚等了他一整晚，当时是10点多钟吧，11点的样子，一整晚等的消息都等不到。为什么呢？那天我就是跟朋友们有点晚弄的，然后第2天睡到中午，下午起来了，然后上了个课，然后一会儿再就找的你，就是这些时间我都不是没有去想你，而是我在做自己在做别的事情。反正你也醒了，但是就是不想给我发第一个消息。然后到那天晚上，我就觉得要不算了吧。就跟他分手，然后他又挽回我，我心又软，然后那次就和好了也没过多久，他就回到南昌来，然后我也在南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然后那天我是要去外地，有工作要做兼职，我就跟他说待会儿要去坐火车，也是凌晨1、2点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好，那你去吧，注意安全。然后这不是谈了个假男友吗？有这样的男朋友吗？主持人你说？明白，就是说你在身边，你应该去送我，是这意思吧？对啊，他应该去送我呀。你送我，你不跟我说，你送我，你跟我说一声，我就送你了呗。那哪有女生自己说这种要求的？这种要求你不应该自觉吗？你爱我，你就应该担心我的人身安全问题啊。那天我刚好不舒服了，你没说我就刚好了，反正他也没说，然后我身体又不舒服，我就理所应当的我就睡了。你后来我也跟你说了，你理解一下我，你这个东西。好，那一次其实就算了，就那一段时间就2、3次了，都不送我。在异地的时候，你觉得感受不到他对你的热度。
对，结果回到这个城市之后，你还是感受不到他对你的热度，所以你觉得谈了个假男友，我这么理解对吗？对对对。行，你们异地多久啊？我们谈了1年半，然后异地有1年多，在异地这个期间分手过多少回啊？我闹有2、3次吧，他也有。后来都是他低头解决的是吗？没有，有的时候是我提了以后，我自己又觉得还是挺想他的，然后我自己会去找他。哦，你提分手，我要去找他，然后他同意了，你再把他追回来。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不过大部分是他来挽留我。哎，你们这异地的话，多久见一次啊？每个月可能都会偶尔去旅游，或者他来我的学校找我，或者我去他学校找他。所以异地的互动还行是吧？互动还可以。那怎么就叫谈了个假男友呢？还是关心你的吧？他那种关心是在嘴面上的，没有感受到他的行动。就比如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今天好饿啊，刚醒没吃饭什么什么。他说啊，那好，那你点外卖啊。不然呢？我觉得就是他应该主动的帮我点个外卖啊之类的。就是谈了1年多，没有帮我点过1次外卖。他就跟我说他饿了。然后我就知道要给他点外卖，我是神仙吗？我哪有脑子转的有那么快？你给我出这么难的问题，你可以告诉他呀。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女生不想说，就是要他想为我做这件事情而去做，而不是我说你要做而来给我做。哎，给别人点过外卖吗？没有。自己饿的时候自己会点外卖吗？会的啊，会的。其实这种女生在乎的。其实像你这么年轻，确实我觉得好像应该也不了解他们这些套路啊，就属于求生欲大考验嘛。那你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吗？何必这样呢？我后来也有告诉过他，还是没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后来他跟我说了，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偷偷给他点，他那个地址就一直匹配不上，因为在异地嘛，我就很着急。不可能，我点过，你自己不知道，我偷偷在后面，男人后面的付出你根本就不懂。你都付出些什么？你快说说吧。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付出了什么呀？就是点外卖，人家没收到，你没有收到的外卖，还有什么？他就是说一说，动了一下，可能发现哎点不了算了，但其实是可以点的，只要他用心，我就觉得他对我用心不够吧。这个你们俩这节过得怎么样？年轻人现在不都讲浪漫过节吗？节过得怎么样？这个节我真的是说的更很气，七夕的时候嘛，然后一般不都是会一起过嘛？当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然后我们约好明天要几点钟见面，要去哪里玩。到了那天，他一直没有醒，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到了我们本来是10点钟见面，结果到了下午2点，他还是没有醒，还是一直在睡觉，然后我去到他住的地方找他，才把他叫醒。那一次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在这里说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你怎么就不肯放过我呢？我上次也跟你说了，那个时候我是定了早上的闹钟，一直不响，然后一不小心就睡到了下午。你这种借口找了好多次了。我是真的不是找借口，我已经很诚恳的向你承认了错误，你为什么就是要咬着我不放呢？反正就是你对我就是不重视，谈了1年半，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一枝鲜花，也没有收到过他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啊，什么都没有。还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过2次生日了已经，然后他就给我送过1次生日礼物，你知道送的是杠铃，说我是个杠精。没有说你是杠精，送杠铃不是为了你好吗？我不是因为你那个身体能健康点吗？多锻炼身体吗？你看我天天锻炼身体，那我身体多健康啊！你老说你生病，又说自己胖，那又能锻炼身体又能够减肥，那不好吗？它不香吗？有这样送礼物的男朋友吗？这不是个假男友？有啊，是吧？这不是在这儿呢吗？我觉得倒还可以嘛，听起来还挺欢乐的啊。你们俩没什么让我觉得这还好咯。没有，到了后面放假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开车可能跟别人刮了一下，然后我就当时是第一次发生意外，心里很慌嘛，我就立马打电话给他，我说叫他过来，然后他说我在打游戏，我打完这盘游戏再来。那我让你来干嘛？我觉得我这样子我真的为了你一个人放弃我4、5个队友，我就觉得我谈了恋爱跟没有谈恋爱，我都是一个人在处理所有事情，我为什么还要跟你谈恋爱？哎，这问题问得特好，你回答一下。现在好多女生都问，说我跟你谈个恋爱，你也不照顾我，你也不这，你也不那，那我要你干什么呀？你回答一下这问题。你琢磨琢磨，好像也是哦。啊，好像也是啊。那你不还得要有男朋友吗？我觉得真的可以不要了。主要就是异地的时候，他的时差就是那种晚上玩，白天睡觉。我就说我们谈了异地恋，怎么被你谈成异国恋了？就感觉我是你女朋友，你难不成让我找别的人来帮我处理问题吗？
行，女生的苦我听得差不多了，你也诉诉苦吧。她就是一个很双标的女人。简单的举个例子吧，就假如说她没有给我订过外卖，但是一直要我给她订外卖啊，哦，然后这叫双标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就得先为你做什么。只有我做了这件事情，他才会为我做什么。就是我们的付出，就是一定得我一你也一。这像一个绕口令啊。你简单的说，不就是我先做到了，然后他才会学习吗？对，就这个意思。他是希望你做他的情感榜样，是这意思吗？差不多。你好像完全听不懂是吧？很费解。有一点。你确定你谈恋爱了吗？谈了。是跟他谈的吗？是的。哦，我现在比较理解你了啊，就有点木木的是吧？对对对。但是人怎么样？他人是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这不挺好吗？哦，乱七八糟的，你说我想起来一个有。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暑假的时候他在广州那边实习了嘛，就在那边工作，然后在那边工作有1、2个月的时间吧，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加了一个当地的交友群，然后还跟群里面的女孩子去吃饭、唱歌，而且那一段时间我给他打电话，经常不接，就前1秒还在，后面人不见了。我跟你解释过了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是。第一次我在家里正好无聊，然后我朋友说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他又带了几个朋友过来，来了就来了。那你为什么要加那个群呢？然后我们就一起啊，大家都聊得很开啊，聊得很好嘛，就大家都处得比较来，然后他就拉我进群了嘛。那种群本来就是单身男女进的呀。没有单身男女，它里面好多都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的。哦，你进去吃喝玩乐唱歌，然后。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可能过了1个月我都不知道。我是后来我有个习惯，我偶尔喜欢翻他手机，我是翻他手机我才知道的。我不翻你手机，你还不准备告诉我？那我就是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没有心怀鬼胎。而且那段时间总是不接我电话呢，怎么回事啦？而且没过多久就要跟我分手。我不接你电话，那是因为我就是不想接你电话，那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你还记不记得？我一直找你，你跟别的男的出去什么吃饭啊，也不跟我打个报告，然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那你就故意不接？对，我就是报复我。对，我就是要故意不接你电话，我让你心里面的鱼龙混杂，就在想他在干嘛，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我也让你心里急一下，让你感受一下我心里的滋味。结果到头来你还要跟我分手，那段时间。对，这个前面我假设理解啊，是为了报复。那你为什么后来跟人提出分手呢？跟他分手是因为那一次我实在是太伤心了。怎么了？就是在一个那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啊，然后他对我无穷无尽的指责，伤害到了我的心灵。那些事情明明我觉得我是正确的，但是他就硬的把这个东西掰过来了，然后就是指责我，痛斥我，还并且要我痛改前非。我做了什么要我痛改前非？我就非常不理解。然后我不理解就很生气嘛，我就在一气之下我就说分手，然后就是这样。这次危机后来怎么过的呢？这一次是我飞过去找他了。那你干嘛找他？对，我当时其实也就觉得自己可能骂他骂得太过了，还是怎么的，就觉得可能自己做的有点不对。今天来是干嘛呀？我完全当个笑话听了啊！就现在年轻人这么谈恋爱的，我都忘了你们要来干嘛了。我就是想要他把他的毛病都改掉，如果他不能改掉，我觉得他啥毛病要改？就是不体贴、不浪漫、不懂照顾女生的这些小细节，然后没有仪式感。你给我界定一下，到底在你的心里，女朋友是一个什么定义，好吗？女朋友就是从刚开始接触比较喜欢的一个女人啊，然后再渐变，变成了一个比较爱的女人啊，然后。停止了，对，因为停止了，对，因为停止之后，我就问停止之后，然后就是2个人在一起相处啊，如果相处的久了停止，再不停止就要结婚了。然后现在我处在这个第2段位置，就是停止，对，要不然就要结婚了，是这意思吧？对，你都觉得你们的感情能结婚了？没有，他要跟我砍断了啊，那你愿意砍断吗？不是很愿意，断了得了，兄弟，不行，为什么？就是，哎呦，心里好苦。你把你的苦倒出来啊！我就是还是比较喜欢他，就是你喜欢他，你要对他好。他现在嫌你对他不好，他要跑了。我知道，我知道，就是
就是我想把他掰过来，让他觉得我对他很好了已经，然后我不用改变，他再改变一下。哦，听明白了。我还要怎么改变？不，男生说的都很坦诚，我不变，你为我变，你爱我嘛，你为我变。你觉得你男朋友是属于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是真的不明白呢？两者之间，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不想改。所以我特别想问，他在追你的时候注不注重仪式啊？追我的时候挺注重的，懂不懂浪漫呀？挺懂的。了不了解你的心意呀？感觉好像挺了解的。哎，怎么追到以后就什么都不懂了呢？就是正常操作嘛。正常操作。对，所以你是一个老司机，我不是一个老司机，你才是高手。我是一个。你看，你把我们都骗的，觉得你哎呀好单纯啊，其实你并不是。嘿嘿，来吧，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对于你们两个的爱情来讲，我现在看到的是你的爱情，姑娘，你的爱情，我只说是你的爱情，开始于你们交往之初。你的爱情只在他还在追求你的时候，当你们一旦确定谈恋爱了，你再也没有爱情，因为他已经止步了，够了，游戏打通关，不用再打了。所以这是男生我想说你的，对于你来讲，你想要的并不是姑娘或者大部分人我们所谓的爱情，你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征服。你不想要去好好的照顾他，你不想要考虑他的感受，你也不想要真正去谈一段恋爱，你只希望活得足够的自私一点就好。所以我在想，你说哎呀，我加入那些群不是我想加，别人一拉我就加了，你是这么没原则的人吗？我相信应该不会，你应该超级有原则，因为你知道什么地方你愿意去，什么地方你不愿意去，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只要别人带你去你想玩乐的地方，你是很快的就会去的。但是别人想要你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却不愿意，你会止步。对你的爱情来讲，或者你想要的爱情来讲，那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刚才你还会说一句话，你说再往前走就要结婚了。21岁可以结婚吗？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可以，因为他们足够对爱负责，足够对爱坦诚。但是对于你来讲，你为什么要止步？还没玩够呢，我干嘛要结婚？所以我赶紧止步吧，分手。因为我再不分手，这个姑娘就开始逼问了。所以姑娘醒醒吧，你要她改什么呀？男孩，我想告诉给你的是，靠一些手段可以追到女生吗？可以，很容易，因为女生太容易被细微的点滴细节所搞定。但是想要让一段恋爱变得更长，这不是靠手段的，那是真的靠真心换真心。同样对姑娘来讲也是一样的，有时候细节就是容易打败我们的生活，因为在细节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对你的真诚。同样你也可以通过细节去代表你对他有没有那种真诚度。该止就止吧，还年轻呢。谢谢周老师。来，曲总，我这看资料上写，男生追女生可不是一次就得手了吧？表白了好几次是吧？是，都被拒绝，然后死缠烂打。对对对，终于对方答应了，哦，你就觉得行，搞定，是吧？成功了，然后就松懈。通常其实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一定是压抑住自己的本性，极力的去讨好女生。那会儿你一定是浪漫的，因为目标没有达成嘛。但一旦达成之后，你就松懈了，你对我拥有了，我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了。你想错了，这一点你想的是有点太天真了。女生资料上有说，你一次一次拒绝她之后，反而是在你们异地之后你同意了，那为什么呢？当时觉得他挺坚持了吧？挺坚持。对，然后而且他就我跟他待在一起很开心，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比较短暂。对。也说那段时间的开心是因为他目的还没有达成，还在极力的讨好你。可能是。所以说他看重的是你的美貌，你看重的是他的执着。但接下来是异地恋。对。异地恋你的美貌已经不在他身边了。是的。而他的执着已经不见了。而异地恋最关键能够练下去的基础，就是要有感情，有信任。你们没有啊，你们之间的基础太短暂，而且太虚幻，该说分手了。没有默契，没有认同，你们这场恋爱就是刚开始就结束了，其实是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去认清这个事实，对彼此说一声再见就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
来，严老师，我先说女生，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男生刚才看起来似乎傻乎乎的，你也说他好直，是个直男，他真的不傻哦。对，你比他傻。他当初那么执着，那么真诚的追你，是真诚的套路，就想追到你。如今坦诚的说我要停一停，我要玩一玩，他也是很真诚的在告诉你，我现在不想珍惜。如果说我们当提出问题，对方能够了解并改进的话，他是愿意推进关系的。而你无论是用平静的方式还是激烈的方式，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结果。他根本不愿意往前推进感情，你一次次的攻击他，带来的只是对自己的攻击，所以受伤的是你啊。女生如果以后再有新的爱情，要擦亮眼睛，执着的追求未必是真诚的喜欢你。而男生，我想说的是，你真正的心思没有用在和女生相处上。你说无所谓啊，我年轻啊，我有那么多兄弟，我可以玩，我还有群呢，我还有什么单身群，我可以跟小姐姐去跳舞。但你这种模式继续下去，只能收获的是孤独。没有人会真正爱你的。当人家看清你的真面目，当人家知道你去爱一个女生，所谓爱一个女生是为了征服，是为了得到之后，都会转身离开的。你始终这样玩世不恭的对待情感，最后收获的就只有寂寞，而且是越来越寂寞。当你追到了一个漂亮姑娘之后，觉得哎，不过是一个美女而已，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你会越来越寂寞，越来越无聊，越来越体会不到什么是爱情。才这么年轻呢，我希望你把你的热情，你的激情真的奉献给一场值得相爱的爱情，而不是这样的虚度青春，浪费自己的情感。祝你们各自安好，各自幸福吧。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他追了你好多次，表白很多次，都失败了。但恰恰是在他去上学异地之后，他的那次表白反而成功了。因为你觉得这个男生至少还有点一往情深的意思。但其实对于他来说，当他征服你的那一刻开始，恋爱已经结束了，而你才刚刚开始。其实你整场下来，你所有的话汇聚成一句话，也是一首歌的歌名，就叫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记得那里面前面4句是这么写的：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一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脑海里的想法，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这是你的真实写照吧？其实每次在这个舞台上，有一类像这样的男生，明明对女生忽视很多，很多事情都没做到，但到最后你去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女生？这男生往往都会说，其实我喜欢。然后很多人都不信，你喜欢他，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他做点什么呢？但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他说的真的是喜欢你，他的确喜欢你，是吧？你是喜欢他吧？是，对，他真的喜欢他，这一点我真相信。他喜欢你就像喜欢什么呢？就像喜欢一辆车，这车外形很漂亮，操控感、控制感很强。但是喜欢车至少你要保养啊，你要加油啊。你以为你买来的一辆车是自己能加油、自己能保养、不用洗车、天天光彩如新的吗？所以他说他喜欢你，我是真相信的。你说男人喜不喜欢车？喜欢，但他却不愿意去爱护它。所以他的喜欢只停留在外观上。现在有一些男生啊，他真的喜欢自己的女朋友，但永远只停留在了感官上。感官是什么？就是看起来好看，甜蜜的时候那种柔情细语也让他沉醉，带出去也有面子，同时身边有这么一个身份，他只停留在感官上，而没有走入他的心里。现在有很多男生喜欢女生都是这个，都停留在感官上，停留在感官上只是生理的需求，而不是精神上的需求。所以他今天
才会说出那些话。至于套路那些东西，学也学得会的嘛。所以想要告诉男生的是，如果你喜欢一个女生只是停留在感官上的话，那你跟喜欢车、喜欢鲜花、喜欢石头雕出来的美妙的东西都差不多，你也就只是看一看、接触一下，你却没有走心。而对于女生来说，很多女生一旦被追到了，她就总认为我应该认死理儿。我既然被他追到了，我就应该在这段感情当中，无论是受什么委屈，逆来顺受，我也应该付出的更多一些。而且有很多女生会说，不管你对这个男生有多么不满意，到了最后，当主持人每次问到女生说啊，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开呢？很多女生都会这样说，其实他人还不错的。我拜托你们想一想，做一个好人是做人的基础，不是做男朋友的基础。环顾一下我们周围，有真正的坏人吗？没有。好人不是成为男朋友的基础。偶尔的快乐，追求你时候的那种浪漫，也不是感情的真正代表。真正看一个男人心里有没有你，还是看他为你花了多少心思，有多少时间精力付出在你身上，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不是好人跟你没什么关系，他跟别的女生，跟那些去酒吧的那些女生在一起，你信不信那些女生也是这么评价他的？挺有意思的一个男人，人不错，但聪明的女人就知道他适不适合做男朋友，对吗？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好像跟他已经沾染上了，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感情，我这段感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如果对象不对，是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既然你知道他脑海里的想法，他也看不出你的感受，那就让能够感受你的人来感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始于外貌的爱情，如果你想让它长久，必须要深入他的内心，有没有彼此去深入和了解。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已经感受到有人要走了，不要执念的去挽留。但是这个话说起来容易，作为普通人又特别难，因为在人的本性里面就有一样东西，越是在要失去的时候，越觉得他好。他真有那么好吗？忠诚、专一是好的情感的一个必然条件，但它绝对不是全部的条件和唯一的条件啊。所以感情才要慢慢的碰，慢慢的去寻找，怎么可能一击就中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知道刚开始你追我的时候其实是认真的，也对我特别好，但是你到了后来就对我这么的不关心，这么的冷漠。如果你真的这么计较对我的付出，也不愿意再继续对我付出了，那你就放过我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还是很想在爱情的前面的这一段往前面冲的，因为我呢，其实心里面嘴上就是说着，然后但是我心里面非常喜欢你，然后也是可能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潦草了一点，也因为我平时是个比较欢乐的人嘛，所以就说的比较欢乐，但是我心里面还是真的特别喜欢你。然后我知道你等一下肯定不会回来了，但是我还是会回来，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京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这才叫生活。所以很多年轻人说，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你们给我理性的谈个恋爱看一看，我们就是感性的，这就叫青春的躁动，让他们青春的火势燃烧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愿 marry me my 请亮灯啊！谢谢，请回吧。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永远不会变。我每分每秒每人每。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发现了一个男人真的不是那么爱你，真的不是那么在乎你，你为了其他的所谓社会评价也好，而你心中的那个执念也好，继续的往前走，真的有意义和价值吗？没有人否定男生对女生的喜欢是假的，我们只想说，如果这段感情想继续往前走的话，其实男生需要很大的成长，女生也需要成长。所以你们那个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挺替你们担心的，但是后来一想也没什么，日子是你们的，摔得头破血流，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像我们的小鹏老师，人家谈了7天，嫁了个老公，到现在也很幸福嘛，虽然只谈了7天啊。所以我在想，你过去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你知道吗？好了，这是一个玩笑，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之前呢有一段婚事，离婚之后我没想再找了，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呗，我觉得还比较靠谱，才选择和他结了婚。结婚之后呢，他变得游手好闲。他总是说我游手好闲。可这也不能是我的问题，毕竟我身体不是很好。他还特别自私，不仅不能帮我分担家务，还给我添乱。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当初选择再婚到底是不是对的。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邓先生61岁，来自湖南退休。女嘉宾李女士54岁，来自湖南退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老妹啊！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来的目的，我老公老是游手好闲的。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他做保安啊，后来他到14年的时候，他就辞职不干了，在家里。整个没有出去工作，我一个人维持家不容易吧，是吧？哦，家里钱都是您挣的啊？你说是他一个人2000多块钱，3个人吃够不够啊？咋是3个人吃呢？我儿子啊。哦，儿子还没结婚啊。儿子还没结婚，儿子多大了？有30岁了，没结婚啊。30岁了，还跟你们住一起啊？住在一起。也靠您的钱吗？儿子他的工资只能养自己了。那。听您这意思，您给家里贴补了很多是吗？我不贴补，我每天早上跑起来买菜搞早餐啊，伙食费都是我出的吧？没出去工作哪来的钱啊？你这些凭良心说一说，我在你身上拿没拿1分钱买菜的钱？您是还有点积蓄是吧？啊，林根真有点钱吧？是吧？我平时不你有孩子吗？我没有嘛，我一直没结过婚的。为什么一直没结呢？工作一直不稳定吧，在这打几年工，那里打几年工，就把这事情就耽误了啊。就是一直过着挺漂泊的日子，是吧？所以这个婚姻对您来说还挺重要的吧？啊，这是个家是吧？对嘛。不满意他就是因为他懒，听您这意思是吧？是啊。除了这个，他对您好吗？对我还比较可以了，只是他现在每天就是买点菜，搞餐中饭，做一餐晚餐，除了这个事情，
就是睡大觉。不是，他每天3餐都做啊？那他可不太可能一天都在睡大觉啊。是真的，这做饭挺耗时间的。是真的，老是睡觉。不是人家他的外号叫做睡神。但是没事做的时候，我不是倒在床上睡觉啊。确实是他一天3餐都是他。就是只做饭呢，买菜做饭。那您还希望他干点什么呢？我希望他有时间还是去打工呗，毕竟没有退休工资吧，我们年龄也不小了，对不对？哦，还是做保安啊，或者是干点别的，来点家。经济压力大不大？大是大啊，但是说在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也60多岁了吧，是吧？不就61岁吗？在外面要打工也没有什么工好打。也没有什么单位要我们。那他除了这个睡和做饭之外，没其他的坏毛病？没有了，他就是睡觉。他跟朋友出去玩吗？出去啊，1个月里面有那么2到3回了啊。朋友叫他出去喝酒啦、打牌啦，他在外面喝酒摔了2次锁骨，摔断了。就是说他1个月固定有那么2、3回要跟朋友出去聚一聚啊，除了这个时间就是在家里睡觉。睡觉。您对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很不满意是吧？肯定啦。啊，您是希望他能出去打工。这个吃完晚饭啊，你就别睡觉，散散步啊，或者是跳狂人舞啊，练练身体呗。听明白了，就是您对他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极其不满的，是这意思吧？他白天睡觉晚上呢就看手机，黑白颠倒是这意思吧？您这晚上干嘛不睡觉啊？晚上睡不着啊，白天睡多了。白天我反正没事的话，我就在睡觉啊。那你晚上留着干嘛呢？晚上有时候就看书啊。哎，您这个日子过的哈，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是吧？晚上是您的出没时间，白天是您的休息时间，确实做他的老婆不太容易是吧？这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嘛！别人睡觉的时候他活动嘛，他不睡呀。别人活动的时候他睡觉嘛。别人要起床了，他要睡觉了。行，理解。你们现在跟您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是吧？在一起。这家是谁的家呀？这个家是他，我们住在他那里。等于您跟您儿子住在先生的家里，是这意思吧？对。这倒没什么，你们结婚了嘛，合法夫妻嘛。是。儿子现在30多岁了，没结婚，着急吗？您着急吗？着急也没用啊，他缘分没到。不着急呢是吧？着急也没用啊，不是他亲生的，他没有责任心呢，他怎么没责任心呢？他有什么责任心呢？有责任心，他就要出去挣点钱呗，不但不挣钱，而且还跟我添乱。您儿子跟他关系好吗？还可以了，那不就行了吗？你像他这样的，他不改怎么行啊？晚上就不睡觉，白天睡大觉，我都出去打工是吧？我白天出去。有时候别人叫我去打扫卫生，等于您现在退休了，在做钟点工是这意思？有时候别人叫我出去，我就做一下，要贴补家用了，我一个人搞不过来了。这日子过得确实是没啥希望哈。这么大的年龄吧，就是这么活下去吧，是互相关心的。他在外面做事，我在屋里睡觉，做了家务啊，我每天搞饭不要时间吗？你们得有稳定的收入，得有积蓄啊，要不然未来日子怎么过呢？积蓄嘛，我原先比如做事，我还是留了一点点钱嘛，是吧？留了点点钱，我又没拿你的。我买了菜嘛，管了屋里吃不活嘛。那有多少？哎，在您的心里面，是不是希望那个男人还能补贴你儿子点，帮他娶个媳妇儿啥的？我的意思是要出去稍微做一点事，那个积蓄用了一点就没有了啊！将来以后生老病死要不要钱用啊？对不对？你像我这么一点点工资，用了在家里就不蛮够吧，是吧？听懂了，理解了。老公没有上进心嘛，希望他能上进起来嘛。这夫人对你怎么样？好吗？在我的家就是老大，很凶的。很凶的。是老大。我问对他好不好？谁说家里任何事情他就说了算。哎，我对你还不好吧？对我好。你就说在我病了的时候照顾我，是确实是对我好了，是吧？家里是什么事情，他说了就算，我说了，我跟他说了他也不说。不是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吗？人说我跟那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说有一天啊，我睡得迷迷糊糊吧，他早上起来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好像就是要我晒晒被子吧。我那时候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我就没晒吧，他一回来就骂。
连续下了几天雨，那个被子挺潮吧，是吧？晒干一下对身体都有好处吧，是吧？是。他都没干，这是小事啊，是吧？我还好说大点的还去。我有一个朋友，他找个女朋友，1年前吧，就在他身上借了大概1-2千块钱吧。没有那女的， 500，他就问那个女的要，所以要不到好，他就要我去找我的朋友去要。我没有办法，我找我朋友说，你女朋友借了我的老婆几百块钱吧，把钱还给我。好，那不是你的面子，我怎么借给他了啊？好，你说第一次是等面子啊，我那朋友就把那钱给我了，给他就跟他说，今后我朋友说了，不能再借钱给他了，我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了。结果是今年他又借1000多块钱给他。去年他是说他病了，他病了，他屋里有人了，没有钱，他有男朋友啊，还有家人啊。要多少钱？我那个心听了，哎呀，这么可怜啊，还是拿给他了。他有男朋友啊，还有家人啊。他说他你借，他不拿给他了。他不拿给他，他病了，他不拿给他了。你的心好，你就要拿给他。我跟你说了，你就不能拿，你不应该拿给他嘛。他病了，他说他挺重的，病挺重。后来这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是要不回来了哈，他又怪我，跟我吵。不，这怪他啥呢？不是您借钱借出去的吗？他说他说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了，还是找他一下吧，是吧？我的钱也挺不容易的，我在外面打工，我是可怜他，你就还是帮我问一下，他就你怎么的啊？谁叫你借？我再懒得理你嘞，就是这样说。我跟你说，我跟他结婚这么久，我用的手机全部是借他的。他不用了的，他买了新的，还是？那你自己去买了你？我去买的，反正让我去买嘛，你这么多事情你买吧，你自己拿钱去买呗。我的钱也贴到家里吃饭了。那你可以出去挣钱呢。所以其实你们结婚的时候，双方到底挣多少钱，这个你们都不了解，是吗？我跟他说的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在上班呢，后来他14年的时候他就辞了工，没怎么上班了。所以说他的这个生活状态基本上面就是，可能没什么钱的时候就打个零工挣点钱，然后就完了。现在没有打工了，就是去年打了1份工，到现在没有。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他改一改生活，改什么呢？生活习惯啦，不要去喝酒，不要去打牌吧，在家里多做做家务，对不对？我们说点最现实的问题。您现在离开了夫人，还能生活吗？我一样能生活。您指的一样能生活是怎么样生活？我社保嘛，生活费够了吧？就我少吃点嘛，是吧？那几百块钱少花点嘛。行，也就是说您离开了夫人是可以生活的，是吧？是啊，那您离开了他怎么生活呀？我也没事，像他这样说，那我就没事，那你就离开我呗。不是你指的没事是指什么没事？就跟儿子住哪儿去？我有家，我有房子。他有房子，您这房子现在出租了吗？现在出租了。不是出租不就是也补贴一部分钱吗？这不是也还行吗？我儿子这么大了，也要成家了，肯定要给他，是不是？哦，那你给了他成家了，您以后住哪儿啊？跟儿子住在一起呗。那现在这个房子1个月租金多少钱啊？1200块钱。那也行啊，应该算人家的收入啊。他才400块钱。对呀，我就说这房租应该算人家的呀。他才400块钱。因为您和您儿子住到人家家去了，把这房子出租了，对，挣了1200，理论上是不是应该有他一些钱啊？您要不然您跟您儿子搬回去住，不就没有这1200块钱的收入了吗？所以咱有些事儿，咱还好好想想，要算账就细算嘛。那点钱还是我给每个月他买菜，不要。所以其实现在看来，您对这个先生的要求其实非常非常的低。我是低到了你只要出去挣钱就行。那么他还要不要做一天3顿给家里做饭，做这些家务？他还需要。他也要。做做家务呗。不是，其实说白了，咱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很像女主外男主内的一种模式，对吧？你把家里面的事儿基本都你来稳定了，你来做了，包括我看跟继子的关系也不错，是吧？刚才说，您就是在外面奔，但是您作为一个女性角色又觉得我老这么干肯定是不行的，是啊，所以心里不舒服，对吧？就是这样的。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建议，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对家没有那么重的经济责任没有那么重的人。
因为刚刚您说了嘛，好像您的积蓄并不多。对。所以您对于钱来讲，能赚一点，花够了，可以了。你没想过让这个家变得更好，这就是您的思维。所以我想让大姐您知道，您结婚接的这个男人，他不是一个您想要那种我得努力的踏实给这个家赚钱，我得努力的让未来我的儿子好娶媳妇儿。总要帮衬他一点。您儿子30岁了，需要帮衬吗？一个30岁的大男人自己娶不着媳妇儿，那是他的本事。所以我想说的是，您先定好了，到底您想跟他踏踏实实过，还是希望他来把你儿子弄好？我听到的，如果您想要的一个婚姻，先把你两个过好，说实话，踏踏实实过好，一日3餐都做饭的男人不错了。60多岁踏踏实实过日子多好啊！好，的确他生活习惯不好，慢慢帮他调嘛。他日夜颠倒，他过习惯了，慢慢调整嘛。拉着他出去遛个弯也好，你们两个出去逛个街也好，总之让他白天少睡一点儿。然后您把话变一下，哎，你看你61岁了，咱俩还得过下半辈子呢，我可不希望你就对吧？所以啊，您给他，比如说，现在我身边那些老年人熬点什么保健的粥也好，熬点什么保健的汤也好，这是你们俩过日子，我没看到。没有。我现在，你也不愿意啊。他认真的把饭做了，您这边比如说你想认真给他调理身体，您调理啊，没有。真的，我现在没听到你俩在过日子，我现在听到的就是您希望他去帮您儿子。所以我觉得第一点，作为半路夫妻，第一先过的是自己的婚姻，否则您儿子看到的是什么？我妈帮我找了一个爹，其实不是爹，是帮我找了一赚钱机器，但这个赚钱机器现在不好使了，所以我妈在不停说他。所以您儿子会想，哎呀，反正没关系，大不了了，我还有房子，我至少我妈给我留了房子了，我不用工作了，我不用干活了。您把您儿子最后培养的好逸恶劳，您儿子什么也不是了。第二个，刚才我觉得大姐说有一点特别对，万一您生病了咋办呢？万一他生病需要花医药费怎么办呢？您不想想啊？想了。对呀，怎么办呢？有医保吗？医保那得多少？咱都知道，医保是能报一部分，不是全报。不是全报。医保还有一个基础门槛费呢。所以我觉得大姐想的是很踏实的，她是真的想跟您把这个日子先过好。大哥你也得考虑考虑了，毕竟你们两个未来的日子还长。现在咱都说了，生活质量上升了，人均寿命增加了。人均寿命增加里边，您不得想着健康才能增加吗？您这日夜颠倒的过日子怎么能健康呢？再说了，您想跟大姐成家，不也就成的有一个人陪您吗？您这白天到睡觉了，谁陪您啊？晚上他睡觉了，您过的还是一个人的日子。所以，好好过日子吧，别再为儿子考虑了。好，谢谢周老师。来，曲总，大姐真是为了改善孩子的前景找的大哥吗？不是的，但是我儿子在外地工作吧，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儿子也希望我找个伴。我看他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靠谱呗。对啊，其实如果真是看上大哥的钱的话，那您当初一定是不会找他的，不可能的。工作不稳定，一直单身以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比较少嘛，对吧？但关键大哥的问题不在于说你挣多少，在于你的心态。别看大哥60多岁，心态还很小，也就20多岁吧。你是把他当老婆呀，还是当老妈呀？我觉得在你身上的行为，只有说，哎呀，我有一个对我无微不至、容忍、包容的老妈，所以我才能白天睡觉，晚上看手机啊。我把她做老婆啊，我每天说怕着我了。你把她当老婆是吗？那你听得进去老婆跟你说的话吗？一日3餐搞给她，她不能在这老婆搞3餐饭搞给她吃啊。最好的朋友也不可能搞饭给她吃。老婆对你的期望是1日3餐是吗？白天睡觉，晚上看手机。你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不是，不是。好，他希望你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是还不是？是。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身体不行了，年纪大了也找不到。你要相信自己，好吗？我告诉你啊，你就缺乏自信，而且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但我告诉你，靠不了多久了。你真把他当老妈的话，他还有一个亲生的孩子要管。你靠不住他的，而相反，
这个家是需要靠你的，你有这个能力，你就是太懒，依赖性太强，心智太不成熟，喝酒都能把自己摔进医院里去，自控力太差了。而你缺的就是一个严厉的、真正能够对你好的妈妈。是什么？放开你！你要再这么下去，就离开你。你以为你那点钱能过得下去吗？你明白吗？你要知道危机感。而你呢，不要纵容，明白吗？纵容就养就了他现在这么就躺在家里睡觉，不像一个男人。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严老师，我觉得他不依赖，他的问题出在于太毒了。谁都不往心里去，谁都不愿意相互依赖。每天白天睡大觉，晚上才活动，就是毒啊！不需要人陪，我不需要和人分享，我的日子自己这么过就行。没有。我的建议待会儿跟你讲，但我整体想说的是啊，你们两个其实在我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日子啊。男方有一套房。女方也有房，男方60多岁了，熬到退休，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基本的医疗保障。女方自己也有套房，还有一个好身体，能出去打工。这在我们普普通通的百姓人家都是这么过的呀。但为什么你们就过得那么不愉快呢？我先说女士，你真的是要的太多了。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听着心里挺凉的。你说她摔断了锁骨。先不说他什么原因啊，这叫添乱。他61了，我问你，再过5年他66，他真要摔一跤摔得骨折了，不能动了，你管不管？那还是我的事啊。对呀，那怎么叫添乱呢？他生病了就是添乱吗？第一次他不能生病吗？是的，第一次摔断了。我先不说他是喝酒摔断了不对啊，他还有第3次呢。你就第2次就他还有第3次，你管不管啊？都是添乱吗？那你找他干嘛？你找他只能他给你房子住，只能他给你打工赚钱。他生病了就是添乱啊，你找他干嘛呀？找他就是给你好的，不能给你坏的，给你钱，不能让你照顾。你找他干嘛？其实你们明明好的生活过成这个样子是。男方是过得太毒了，不像个成家的样子，不和自己的妻子配合着正常的生活去过，这是你的问题。女方的问题不大吗？你心里想的都是我的儿子，你把压力都转嫁给你的先生，这份压力我认为你应该转嫁给儿子。你都30了，你不独立啊？你住你继父的房子，你自己挣不了足够的钱，你继父还1天3餐给你做着。我要是你让儿子，你每天回家给我们做饭，你继父身体不好，你要伺候他照顾他。因为他对我们好，他给我们房子住，他接纳你，你这方向不对啊，女士。压力要给孩子，让他去成长。我希望先生要调整的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你的黑白颠倒改过来。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你能听明白吗？听明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睡觉的功夫出去遛弯儿。好的身体才是爱家的表现。你是有家的人，不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如果不结婚的话，你怎么活是你的自由。现在你不能把这些由于自己不健康的生活导致的身体不好强加在他身上，那叫不负责。你要调整自己，女士也一样，你也要调整自己，把生活的重心放到你们的小家庭中，而不是想着儿子是不是结婚我要给他留房。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好了，给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要不然将来儿子就是好逸恶劳，就是养在你身上的。他将来怎么成家，他媳妇儿也会看不上他的。明白吗？好好调整吧，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珍惜眼下的时光，珍惜婚姻，一直走到最后，好吗？谢谢杨老师。我看资料上说，你跟你前夫分手也是因为前夫不顾家，是吧？是，也不负责任。那更不负责。但是人是不是不那么坏？肯定坏。那时候啊，经常偷我的钱，就是也是不劳而获的人呗。哎，你有没有发现你遇上的男人都这样啊？你看你的前夫、你的儿子和他，都不是那种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你发现没有？是的，对吧？这3个男人都没多大出息，都是得过且过的。你怎么老遇上这样的男人呢？我命不好呗。我觉得不是命不好，在生活当中总是遇上这些不负责任、不太有上进心的男人，是因为这个女人在最开始对这个男人的要求就不高，只有2个字：安分就可以。
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女人以安分这2个字的目标来找男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找进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她表面上安分，其实也没那么安分。其实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儿子闯入了别人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半路夫妻带着孩子来结婚的母亲，对孩子操的心，往往比那些带着孩子来结婚的男人对孩子要操心得多。女人再婚之后，对于孩子还是念念不忘，但有些男人再婚之后，几乎对儿女是不闻不问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女人比男人在母亲这个角色上是操心操力的多的。虽然这种方式促使了自己的儿子其实有些溺爱，但就这种对儿子的态度来说，我认为母爱还是伟大的。甚至你为了顾及自己儿子，能抠一分是一分，你甚至不顾及到你其他的角色。事实上，你很清楚你在儿子身上所付出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和在他身上所付出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大。如果从个人的生活角度上来说，他那点钱他自己过是够的，不够。人家没有你那么50多年自己不过得挺好吗？对不对？其实他是相对于来说比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了。你把那房子租出去，你自己过日子，你儿子住在这儿不交钱，吃饭也不交钱，住也不交钱，他已经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就图一实惠吗？也没有多少感情。所以如果这种平衡能够继续平衡下去，那就过下去。如果不能平衡下去，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你带着儿子在那出租屋里过也挺好的。其实你不需要男人，你要的是一份安全感，但这个男人又给不了你。你说呢？如果我想过下去，彼此之间衡量一下自己内心到底平不平衡，两人都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儿子其实现在应该行孝了，虽然你们结婚只有7年，但这也是他爹，而且关系也不错。他其实应该往家里交钱了，这是一部分很重要的收入。但是你儿子一毛不拔，也别啃了，也没多少肉，让你儿子开始交钱，要不就搬出去。而且说句实在话，那套房子租出去的生活费用本来不应该是贴补在你儿子身上，应该是贴补在你们这3个人的3口之家上。你把他要是啃干净了，他要是身体不好，你逼着他出去干活，他要是一旦不行倒下了，我相信你也会愧疚吧。你不能拿你前夫没办法，就拿现夫就有办法了。你说呢？咱不能欺负老实人，不是？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委屈是吧？有的时候，很无奈。就如果你真的像老师他们说的那样，开始问你儿子收钱了，你今天不会站到这儿，你就是他们，这就是生活。所以我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挺刺耳的，你也不会这么做，所以你的日子就得这么过。那就承认现实吧。反正就是这么一老公，您逼他也逼不出来什么花了，要还是不要，您自己做一主。你的生活真的到了做选择题的时候了，是过自己的日子，跟着这个男人过自己的日子，跟着儿子过日子，还是你们3口人怎么过日子？你的脑子够使，你想去吧，其他的没有，因为这个命题没有标准答案。我挺佩服您这心大的啊，这我是做不到。心态特别好，跟他结婚找了他嘛，我觉得也就是过日子吧。不是，其实理解嘛，因为对你来说，生活其实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为什么要去奔呢？可是现在我觉得生活来了一个希望，健康应该是你的希望，你可不能病啊，因为你病了可麻烦。第一，谁照顾你？第二，哪有那么多钱来看病？所以你得燃起新的希望。
把身体当成一种希望。如果你活得那么按严老师的话那么毒的话，所以很简单，你们都是在生活里打磨出来的人，都在你们各自的那个生活路径里面活得还挺有滋有味的。因为我实在是想象不到一个人到了54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存款，就那么混日子，但是他还能有朋友，对吧？还有社交圈，还能在那个时候就结了婚，我觉得他也是个强者呀。我这个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一个人带着儿子就这么一直过着还有勇气再去找那么一个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人，这么生活，把2个男人的日子和你们家的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我不说风生水起吧，还能应付过去，说明你也是个生活的强者。所以不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给你们支招，你们活得其实比我们透彻。想想吧，要什么样的日子自己定，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真情60年。我只希望你能够晚上睡觉过正常人的生活，晚上吃完饭之后陪我散散步，出去溜溜弯，锻炼锻炼身体，不要老是天天在家里睡大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是我们一直走下去。实在嘛，我慢慢改吧，是吧？不是习惯，不是一天就改得了。我慢慢的，那改的你要多督促我一下吧，就多教育上，多喊一声，多交流交流，你别总是老骂什么的，是吧？行，谢谢2位啊，请回吧，来，请回。来，请关门啊！下面看看他们自己如何选择，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愿 marry me my baby。 来，请亮灯啊！本来不想说的啊，忍不住要说一下。您2位是我们在这个舞台和在生活里面见到的最尬的一对夫妻拥抱，甚至他都不敢把身体往前主动的往前去贴近他。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你想别人关怀你，你得关心别人。生活里的任何东西，其实您比我明白这个道理，有付出才有得到。先生也一样哦，好好的先改改作息吧，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啊。你后半生的课题你就研发一下怎么让老婆开心吧，你得树立一个目标。谢谢2位，来请回。当我看着你的眼，我感受你给我的爱。我要说祝他们幸福吧，有点亏心。我得说祝他们健康，因为对他们来说，健康可能是快乐最大的一个源泉。我希望他们活得健康，活得开心。当有了健康之后，也许他们能够一够那个叫幸福的东西。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友在一起3年了，已经快商量结婚了，但是我特别担心他以后撑不起这个家。我现在的工资是他的3倍，而且他的工作还总换。他现在已经辞掉正式工作了，就天天开滴滴。我们现在一谈到结婚的事儿就吵得很凶，他总骂我说我变了，嫌弃他穷，还诬陷我跟男同事不清不楚。我已经有点厌倦我们的感情了，我该不该跟他分手呢？穷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在穷的背后，他对生活没有规划，对未来没有规划，也更没有这个能力去撑起这个家。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我想你的厌倦是正确的。但换句话说，你既然已经厌倦了这段感情，那分手不就是一个时机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